你每天在做的事正在悄悄透支你的肾。我们中国目前有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大约有1亿人呢，90%的人自己不知道啊。有很多同学看到自己去体检的时候肌酐是正常的，就很放心。我跟各位说啊，有2件事情我提醒大家注意了哈。在你的肌酐出现任何变化之前，尿蛋白先出变化的。当你发现尿液里面有微量蛋白质的时候，你需要格外加一个心眼啊。隔2-3个月以后最好再去检查一次。如果隔了2-3个月连续检查2次，尿蛋白、微量尿蛋白都上升的话，我跟你说，这是肾小球啊开始有损伤的最早期的信号了。你等肌酐出问题以后才开始重视你的肾脏健康，那就太迟了。这是我提醒大家的第1件事。提醒大家第2件事情要注意的事情是关于肌酐的正常范围。肌酐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的肌肉工作了以后代谢出来的一种物质，叫肌酐呐。这跟你的肌肉的量多少有关。如果你本身肌肉量很少很少，然后你验血的时候肌酐的数值啊接近上限，你要多一个心眼啊。肌肉少的人，你的肌酐不应该在上限的，你要把它当做一个不正常的状态来看待的。赶快去看一看你自己的尿蛋白到底正不正常。所以这2个数值放在一起看，所以看肌酐的时候呢，自己要知道肌酐跟你身体肌肉量的相对关系。如果你身体的肌肉量很大很大，你的数字在上限，它都应该还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对这些数据的理解呢，需要有它的灵活性。OK， 我们现在来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伤害我们肾脏需要注意的3件大事和3件小事。我们从3件小事开始说起。第1件小事，很多人经常在做，自己呢不知道，就是憋尿。你不要小看憋尿了，憋尿增加尿路感染的机会，提高膀胱的压力，其实它对我们肾脏是相当不利的。所以呢，定时排尿，尤其是久坐的人群，开长途车的人呢，每天适量的喝水是很重要的。第2件小事，长期高蛋白饮食，就是因为健身的人有很多人吃蛋白粉啊，还有一些健身的补剂啊，比方说肌酸啊，这些东西如果叠加在一起的话，给肾脏的压力就很大很大。所谓的长期的高蛋白饮食，如果你每一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在你的体重每1公斤体重超过了 1.6到2克的话，长期这么吃，再加上这些蛋白粉，再加上健身的时候吃的肌酸，时间久了以后给你肾脏带来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需要留意的地方。单纯的说高蛋白伤肾，这个是很片面的。但是呢，长期的高蛋白加上蛋白粉加上这些东西呢，对我们肾脏带来的压力是真实的。对一般正常健康的人来讲，可能威胁不是那么严肃。如果你本来就已经肾功能有一点受损了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需要关注的事情哈。那么第3件小事情呢，就是大家缺乏了规律体检，最起码1年定期做一次简单的体检。肾脏功能啊，是在很常规的体检里面就可以发现的。越早发现，越早介入，越早有机会把它按下这个暂停键的。因为早期的肾脏问题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你不会感觉到任何不舒服的，只能够到常规的体检里面去。那常规体检里面对我们早期发现来说最有参考价值的就是尿蛋白了，而这个体检的成本很低，非常容易，是对你肾脏最好的投资了。这是3件小事。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伤害肾脏最大的3件大事，尤其是3件大事里面的最后一条，是绝大多数的人平常日常生活都忽略的，大家务必要看到后面。3件大事里面的第1件事情呢，就是长期的滥用止痛药，尤其是非甾体的抗炎药，比较常见的，比方说布洛芬，比方说吲哚美辛，比方说双氯芬酸，比方说奈普生、阿司匹林，主要用在退烧啦、止痛啊、消炎药方面。如果你长期滥用的话，它对我们肾脏的伤害其实是蛮大的。顺便跟各位说一下，我自己就是长期滥用奈普生啊，把我肾脏吃坏的，所以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哈。这是3件大事里面的第1件。第2件大事提醒大家日常生活要注意的就是高盐、高精加工食品的饮食。长期高钠饮食啊，跟慢性肾脏病的风险的增加是绝对相关的，它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的。所以你平时吃东西就吃口味很重，如果你还很喜欢吃精加工食品的话，这个方面你可能真的要特别注意了。可是我提醒大家，不是光高盐呐，味精吃很多的话，还有鸡精吃很多的话，也是一样的结果。所以提醒大家注意，这是第2件大事。第3件大事也是重中之重，
长期高糖、长期高血压。各位，如果你们觉得我们说高糖高血压，你听起来像老生常谈的话，你最好相信这个老生常谈。高血糖跟高血压引起的慢性肾病啊，是所有慢性肾脏病里面的头号和2号元凶啊。所以血糖和血压两种东西的标准要能够控制得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你可以关注你的糖化血红蛋白，无论如何你始终要把它保持在7%以内。当然如果你能够做到在55%以下最好。当然如果你把你的血糖控制好了，你把你的血压控制好了，你健康得到的好处远远不是远离慢性肾脏病这么简单，它可以给你带来的健康好处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关于慢性肾脏病这个3大事3小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